嘿，欢迎回来！我是致力于花更少力气搞定更多家务的优妈妈妈。今天继续我们的给家务做减法系列。你也烦恼为什么家务做也做不完？为什么家里总是有些脏乱？想收拾家却不知如何下手？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到你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不要错过当轻松主妇的各种小技巧哦。除去日常家务洗衣做饭，我把每天打扫卫生的时间安排在10分钟，然后把需要做的家务列成清单，分配到每一天。首先，你已经很勤劳啦，觉得家务永远都做不完，是因为你是一个爱家人、追求完美的主妇，工作育儿之余还积极地抽出时间搞家务。轻松做家务有3个重点： 1. 家务不要排太满； 2. 把家务量化； 3. 与家人分工协作。不要给家务安排得太满，这样每天会觉得很有压力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家务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一次千万不能做太多。如果做一次家务之后让你觉得精疲力尽，那么下一次做家务之前，你就会需要非常多的心理建设，潜意识里觉得家务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本能的拖延做家务。如果是随手做一下家务，或者是每天10分钟搞家务，好像就把难易度一下子降下来了。在脑袋里想要洗床单、擦阳台、刷厕所、洗浴缸、擦鞋柜，很容易把家务想太复杂，到最后也无从下手。相反，把需要做的家务列出清单，量化以后就很容易执行啦。让家务可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。家居环境等级从一尘不染到来客人不觉得尴尬，找到一个让自己和让家人都觉得舒服的家居环境很重要。对于热爱做家务的人来说，可能做家务是一种解压的方式，但是对于我这样有些懒惰又爱干净的人来说，永远都在思考如何花最少的时间保持家中整洁，如何花最少的时间站在厨房。可能是我太小气，如果自己花很多时间在家务上，却没有收到家人的感谢，就会觉得很泄气。家务和工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，分工明确，别人帮了你，理所应当的感谢。而大部分家庭的家务会有些分工模糊，比如灯罩上的灰尘归谁清扫，大概率是谁先看不下去谁来扫。记得刚刚买房子，我们家爸爸也超级有动力，每天这扫扫那擦擦，恨不得拿着放大镜寻找灰尘。但是现在我们家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先看到灰尘。相反，如果老公先扫了地，自己就会庆幸少了一件家务。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小于晴天下雨。为了保持家中整洁，让自己轻松快乐做家务，我曾经绞尽脑汁让老公参与到家务当中。抱怨爸爸不打扫卫生，不如直接派好任务，把需要做的家务清单摆出来，让他自己来选择。事先商量好，老公选择了扔垃圾和刷碗2项任务。任务确认好之后，既然是自己选的，大概率也不会刚开始就逃避责任。不出2个星期，习惯成自然，一个参与家务的老公就新鲜出炉啦。家务里边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刷碗，结果一问，他居然最擅长刷碗。所以把问题摆出来一起解决，可能好过抱怨对方为什么不做家务。
周4来刷厕所，周5再重复周1的动作打扫地板，就可以迎来干净又舒服的周末啦，可以放心的出去玩。优玛妈妈的名言，地板干净了，家就不会脏到哪里去。周末留作备用，不安排家务。平日突发状况没有做到的家务排到周末，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利用周末擦擦窗户、刷刷阳台。家务一定不要安排得太满，脑袋里想着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就会变得很焦虑。明明做家务、收拾家是一件给家人提供幸福感的事情，如果闹得自己心情不好，连带着家人也不开心，就有些适得其反啦。希望可以帮到不太喜欢做家务，但是还有些爱干净的你，这会让我觉得很幸福。你喜欢用机器人扫地吗？我总结了扫地机器人的使用感受，优点缩短做家务时间，解放双手；缺点清扫时间长，需要提前清理地面障碍物。在家的时间，我不太喜欢使用机器人，感觉它2个小时一直在地上走来走去，有些碍事。我比较喜欢出门前打开机器人，回家的时候地板已经扫好了。我是致力于花更少力气搞定更多家务的优玛妈妈，为您提供一些小巧思、小办法，轻松搞定家务事。让我们下期见。